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今天讲个惊掉下巴的野史，你敢信吗？一个宫女来月经，竟敢当面拒绝皇帝临幸。答案是能，但必须偷偷的。要是明说我不行，下一秒人头落地，你知道吗？古代后宫一言不合就灭9族，可皇帝想临幸，偏偏每月都有红灯期。那怎么办？别急，他们有秘法，一个字，藏可藏，也得藏得聪明，一不小心就是灭门之祸。咱们从汉朝说起，那时皇帝后宫像一座活人养鸡场，女人分等级排顺序，轮到谁谁就得上，连太监都得排队候着。可偏偏有个问题，女人来了例假怎么办？明说不行，说我不行。皇帝听了立刻大怒，你竟敢不奉旨！于是祖传智慧来了，画红点。史记有载，有月事，止不语，更不口说，以单注面目为实。啥意思？月经来了不说话，直接用红色朱砂在脸上画个红圈或涂个红点，别以为是化妆，是信号。女使一见马上通报 XX 宫今日入月，不可侍寝。皇帝知道了，自动绕道。这招听着像暗号，可谁敢质疑，谁敢乱动？命是皇帝的，不是你的。但还有更狠的，戴戒指。汉代的宫女不是戴婚戒，是戴金戒指。金戒是禁止信号，戴上它，皇帝就不许近身。但有个大秘密，是戴左手还是右手？野史传，左手戴银表示可临幸，左手戴金是禁戒。有人问，那要是戴错呢？答案是错一回就进冷宫。更离谱的来了，若皇帝真临幸了他，金戒立刻换到右手。女使见了，马上记录 X 年 X 月 X 日 XX 宫金戒一右，同房，这是什么？怀孕证据。万一将来宫女怀了孕，没人认账，就靠这枚戒指的移动轨迹锁定父亲。所以金戒不是装饰，是血缘身份证。你敢信？一个戒指决定一个孩子的命，也决定一个女人的命。到了唐朝，这套制度更完善。唐书有载，进狱前，女使分金银2环。什么意思？宫女去临幸，女使发2个环，银环带右，金环带左，一戴上自动禁用，不用开口，不用低头，只靠手指一动就能全身而退。皇帝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但他清楚这些规矩，因为他要的是后嗣，不是风流。他不敢随便越线，一越线就可能怀上不认的崽。而那些被临幸的宫女心里都怕自己中招，生下皇嗣却没地位。可更怕的是没怀孕。为什么？因为怀孕了有希望，没怀孕，皇帝厌了就换人，人像货物一样轮来轮去，转到你发疯为止。可你要是入月没报皇帝墙上，出问题了怎么办？有人问，若宫女装病骗皇帝，野史里还真有个宫女怀孕了，却怕皇帝杀她，就假装入月戴金戒。结果皇帝不信，亲自查了女史记录，一查她根本没戴过金戒，于是她被关进天牢。3日后，尸体从井里捞出，她不是因为怀孕而死，是因为谎报红灯信号。古代的宫女比现代打工人还惨，工资没发，命也没了。但最狠的是5代十国时期，那时天下大乱，各地小朝廷各自为政，宫里规矩五花八门。有的宫女在手臂上系一根红绳，皇帝路过看见了，哎，红绳退；有的
腰间系红绸，红绸飘，皇帝停。更有甚者，在房门外挂灯笼，红灯是红灯区，黄灯是可进，蓝灯是已退。皇帝一来，看灯颜色决定去留。但别以为这是自由，灯笼是女官挂的，你挂错，他就报告此女擅自设灯，有谋逆嫌疑，于是斩立决。到了宋朝，规矩终于人性化了，宫女来月经可以直接告诉女官，女官记录在案，不再需要画脸、戴戒、挂灯，为啥变？因宋代后宫开始讲规矩了，皇后有地位了，皇太后是国母，他们有权利管后宫，皇帝再也不敢在太后眼皮底下乱来。你敢说我要临幸她？太后说不行，她刚来例假。皇帝只能点头。这说明了什么？皇权开始被制衡了。到了明朝更夸张，皇帝想临幸得先签御批，不是朕要就行，得女官审核。什么？你月经来？不行。你刚生过孩子？不行。你身体不适？不行。一连串不行，皇帝也只能等。明朝的皇帝最怕的就是出事，一出事，百官弹劾，社稷动摇，所以他们宁愿忍。可你知道最狠的吗？有一个皇帝临幸前竟先请太医把脉，你说好笑？不，这是真事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某位皇帝计划临幸某宫女，竟让太医先看她的脉象。太医说此女近日脉象迟涩，不宜行房。皇帝当即下令改日再临。就因为一句不便，他放弃了。你敢信古代皇帝也会信科学？可笑吗？不，这是制度的进步，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。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些曾被视作物品的宫女一步步用血泪、智慧甚至生命换来的规则。她们没有名字，她们只有某宫、某嫔、某秀女。可她们在黑暗中为自己划下一条红线，一条红色的线，一条不容跨越的生死线。有人问，现代人还有类似吗？当然有。你上班，上司说今晚喝酒，你不想去，你说我不行，你赶，可能第二天你就被优化。你谈恋爱，对方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你说我懂，你去休息，他却回一句你是不是嫌我？你心寒。你看，几千年前的宫女智慧，今天仍在上演拒绝，是一种勇气遮掩，是一种生存。而我们今天能说不，是因为有人曾经用命换来这个能。所以下次你面对一个不可拒绝的请求，请记得那个汉代宫女脸上涂红，那个唐朝宫女左手戴金，那个宋代女官写进册子，她们不是弱者，她们是在绝境中用规则为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人。最后送你一句野史里的金句：红点可藏，心不可藏；戒环可戴，命不可赌。感谢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个野史够劲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下期我们讲皇帝的龙床上藏了7种机关，据说只要躺上去就能自动测身运、避凶星，甚至控后宫。想知道？关注三更奇谈社，带你翻遍野史，看懂皇权下的女人。我们下期见。